2022年2月24日清晨，基辅郊外的一连串爆炸声昭示着俄乌战争的全面升级。俄军调动100多个精锐的营级战斗群，从多个方向猛攻乌克兰边境。而其中最凶险的一支部队，就是借道白俄罗斯直插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批俄军。考虑到俄军在2天前就推进到了离基辅市区不足30公里的霍斯托梅尔，当时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在预测，乌克兰将在几周甚至是几天之内被俄军摧毁。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纷纷作壁上观，静待其变。然而1个月过去，寡不敌众的基辅守军竟然奇迹般的击退了数万精锐俄军，收复了基辅全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场决定乌克兰命运的基辅之战的全貌。基辅战役的序幕是发生在2月24日到26日的安东诺夫机场之战。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以及俄军在这场战役中的灾难性表现，我们之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安东诺夫机场之战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基辅之战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他，所以接下来只会一笔带过。首先我们来看看交战双方，也就是俄军和乌军的战斗准备。从兵力部署上来看，俄军是要远远强于乌军的。俄军的旅级指挥部包括第76近卫空降旅、第98近卫空降旅、第155独立海军旅和第40独立海军旅，而大部分的战斗则落在了第331空降步兵旅、第37近卫摩托化步兵旅、第214独立侦察营、第1065炮兵旅的营级单位上。实际上，由于在战役初期，俄军将基辅战役视为一次类似于克里米亚危机的快速政变，许多参战部队的编制已经很难考究了，指挥链更是由于保密因素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更为准确的信息。而相比起俄军的庞大规模和复杂编制，乌克兰这边就要简单得多。负责守卫基辅的是驻扎在基辅南部白采尔科瓦的乌克兰第72机械化旅，下辖3个机械化步兵营，而且只有1个营配备了营直属重火力和 T64坦克，其他的2个营都只有 BMP2 步战车。第72机械化旅在2021年夏天的时候刚刚从顿巴斯前线返回。有消息称，在基辅战役开始时，第72机械化旅的人力严重不足，工兵营满员170人，在2月24日时只有36人。守卫基辅的另一个主要力量则是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4快速反应旅，这是一支受过北约战术训练的精锐部队。第4旅中的一小部分负责守卫安东诺夫机场，正是他们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阻止了俄军空降兵对机场的突袭。除此之外，参战的乌克兰部队还有第80空降旅、第95空降旅、格鲁吉亚军团、阿尔法特种部队、欧米伽特种部队等。而除了乌克兰军方以外，乌克兰快反部队、国民卫队等也很自然地参与了基辅之战。好了，看完了参战部队，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双方的战术对比。现在来看，基辅战役刚开始的时候，东部的顿巴斯、南部的克里米亚、北部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等地虽然热闹，但其实都是佯攻，基辅的突袭才是真正的杀招。俄军总参谋部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显然吸取了前几次实施颠覆活动的成功经验，计划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夺取基辅周围的重要机场，形成战略支点，然后将源源不断的后续部队通过机场输送进乌克兰的心脏里。这样一来，就算是乌军有天大的能耐，也绝对没有翻盘的可能了。俄乌战争真的会在几天，甚至是几小时内结束。例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甚至表示，基辅将在3到4天内被攻陷。乌克兰安全局俘获的俄军士兵也声称，他的部队只带了3天的口粮。此外，乌克兰还在基辅之战中缴获了俄军用于阅兵的坦克和阅兵制服。俄新社甚至在开战3天后发布了一篇题为《俄罗斯的到来和新世界》的社论，宣布在普京伟大的领导下，俄罗斯赢得了俄乌战争，让乌克兰重归俄罗斯的怀抱。而乌军这边针对基辅的防御计划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的乌军总参谋部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首先，由于俄方在乌东地区的佯动，乌军不得不将绝大多数的兵力都集中在东部战线上。普京政府为了一口吃掉乌克兰，从2014年就开始谋划，憋出了100多个营级战斗群，总人数在10万以上。而乌克兰军队不论是在人数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如俄军。
因此留给乌克兰的选择其实不多。如果选择向西收缩防线，死守基辅，就等于将半个国家拱手让给了俄军，再想打回来，那就非常困难了。而如果说仅在基辅附近部署有限的机动兵力，防备俄军的偷袭，就能在东部遏制住俄军的攻势，阻止大部分领土失陷。好了，现在我们对双方的兵力和部署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决定了乌克兰命运的72小时。2022年2月24日，莫斯科时间凌晨5点30分，战斗正式打响。几分钟后，4枚3M54口径巡航导弹命中了安东诺夫机场和旁边的乌军3018基地。尽管几乎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却引起了乌克兰驻军的高度戒备。随后，从白俄罗斯境出发的俄罗斯空降兵部队被此地严阵以待的乌军迎头痛击。尽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俄罗斯空降兵的实力大家也有所耳闻。在接下来的2天里 ，VDV 凭借自身过硬的素质以及姗姗来迟的装甲部队增援，完成了对安东诺夫机场的占领。这就出现了第一个疑点，大家稍微看一下地图就不难发现，从白俄罗斯边境出发只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安东诺夫机场，但首批俄军机械化部队用了将近2天的时间才赶到安东诺夫机场周围，这令我们不禁好奇，到底是什么拦住了俄军的装甲矛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从俄军的攻势说起。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给出的报告，2月24日上午，俄军9个营级战术群通过切尔诺贝利地区兵锋直指基辅郊外。另外还有10个 BTG 留在白俄罗斯的格梅利地区作为预备队。俄军的营级战术群是俄罗斯2008年军改的结果。一个标准的 BTG 从编制上来看是一个营级的编制，满编人数大致在800到1000人左右，内部由4个连组成，包括3个机械化步兵连、1个坦克连，再加上一大堆的支援单位，例如炮兵连、火箭炮连、反坦克支援连以及工程和后勤部队等。简单的来说，就是给一个机械化营的编制里塞上1个旅的伴随火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 BTG 大概有将近200辆各式车辆，这就让它能打能跑，运用十分灵活。不过，营级战斗群存在一些非常致命的问题。首先就是非常依赖后勤补给，大家也不难想象，成百上千辆的军用车辆，每公里都要消耗大量的油料。我们之后就会看到补给问题到底给俄军的进攻带来了多大的困难。营级战斗群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公路上急行军的时候非常显眼。我们稍微算一下就知道了，假如一条车道上并排跑2辆车，每辆车之间相距10米车距，一个营级战术群200辆车就是1公里长的车队。而俄军整整投入了9个 BTG， 乌军只要是眼不瞎，9个 BTG 一起在公路上推进绵延10公里的景象。接下来就是俄军的进攻方向问题。由于俄军的 BTG 高度依赖公路进行转移，其主攻的方向只有2个可能，一个是沿着第聂伯河东岸的公路经过切尔尼格夫进入基辅市郊，而另一个进攻路线则是沿着第聂伯河西岸穿越切尔诺贝利地区和攻占安东诺夫机场的俄军会合。切尔诺贝利地区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它位于乌克兰基辅以北130公里处。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导致切尔诺贝利周围成了生命禁区，而这里的 P02 公路不但直达基辅，而且道路状况不错，途中没有城镇拦路，足以允许俄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按常理来说，由于切尔诺贝利是核灾难保护区，在没有生化防护部队开道的情况之下，大规模军事调动困难。而且一旦在切尔诺贝利附近发生战斗，误伤了核电站，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环境灾难。因此，乌克兰总参谋部认为，俄军不太可能从这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将拱卫基辅的第72机械化旅的大部部署在了第聂伯河东岸，依托切尔尼格夫布防，防备俄军从格梅利南下。而在第聂伯河西岸只部署了第2机械化营，沿着 E373 到 P02 一线布防。只不过乌军高估了俄罗斯总参谋部的素质，不但选择从切尔诺贝利方向进攻，还为了抄近路穿越了切尔诺贝利的红森林。红森林其实是一片松树林，当年吸收了大量的核辐射和放射性尘埃，因此树皮呈棕红色。即使经过了多次的铲土除污，红森林仍然是世界上核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俄罗斯车队驶过红森林，扬起了大量的放射性尘埃，有一些俄军士兵甚至还在红森林内部搞起了野餐。有一些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称，由于缺乏常识和防护，不止1个俄军士兵因此出现了急性辐射病，成了基辅之战的第一批受害者。
2022年2月24日上午7点，核电站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工作人员收到了俄罗斯全面入侵的消息。这里驻扎着乌克兰第28国家设施保护团，负责核电站周围的警戒工作。他们虽然是乌克兰军队的一部分，但他们的主要敌人是看不见的核辐射，而不是开着 T90坦克越境而来的俄军大兵。没有任何重武器的乌克兰守军被迫投降。根据泄露的时间表，俄军准备用13个小时的时间从白俄罗斯境内推进到安东诺夫机场，并实现对基辅西侧的封锁。如果将普京宣战的那一刻作为零点的话，当天下午7点前，俄军的装甲部队先锋就应该抵达安东诺夫机场和驻守此地的 VDV 会合。然而，事实情况却是，费了9牛2虎之力拿下安东诺夫机场的俄罗斯空降兵，并没有等到俄军的装甲车队，反而被四面八方赶来的乌克兰快速反应部队包围了。最后在晚上8、9点的时候，迫不得已地撤进了附近的树林之中，在饥寒交迫当中熬了一整夜，直到2月25日下午才与俄军地面部队会合。但战机稍纵即逝，俄军在前36个小时里没有完成任何的预定目标，这给了乌克兰军队宝贵的喘息之机，给后来俄军的败退埋下了伏笔。俄军姗姗来迟主要有2点原因。第一点就是俄军对自己的推进能力过于自信，并且非常确信不会遭到乌军有组织的抵抗，因此在穿过切尔诺贝利之后，甚至都没有进行车队的警戒工作，直接以行军纵队的形式展开，这就给了乌克兰军警靠近车队攻击俄军的机会。比如隶属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精锐乌克兰阿尔法小组紧急出动，在俄军推进的路线上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战，给安东诺夫机场的战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不过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既然车辆开在大路上会被乌军伏击，那俄军不走大路，抄小路行进不就行了吗？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2点了。俄军的营级战斗群是高度机械化的，极其依赖公路，再加上俄军总参谋部在策划基辅攻势的时候，对当地的道路和水文状况了解不足，对2月底基辅的交通情况，尤其是主路以外的交通情况，几乎是毫无概念，导致机械化部队进去之后就陷入了物理意义上的泥潭。基辅西北部本身就是一片湿地，上世纪60年代，苏联工程师在科扎罗维奇村修建了大坝，将红泛平原变成了万亩良田，长期的农业耕作形成了大量的沟渠和运河。这些小河小沟虽然普遍只有3到15米，并不算什么天险，但一旦主要桥梁被破坏，俄军的重型车辆是绝对无法轻易通过的。在推进过程中，俄军必须派出工程车辆愈合架桥或者囚渡，才能保持推进的势头。从这个角度来看，俄军能够在36小时后抵达安东诺夫机场已经不容易了。好吧，都说万事开头难，经过了前2天的折磨，俄军应该能顺利继续进攻了吧？然而事实情况却是，俄军的后续部队遭遇了更大的麻烦。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俄罗斯有个东将军，帮助俄罗斯在严寒的天气下2次击败入侵者的进攻，但其实还有个泥将军，帮助沙俄和苏联击败了入侵的拿破仑和德国军队。所谓的泥将军也叫拉斯普蒂查，指的就是东欧平原春秋2季特有的泥泞气候。因为此时积雪融化或者冻土融化，再加上春季的潮湿天气或秋季的大雨，导致路况泥泞，没有经过硬化的路面会变得很难通行。最知名的例子要数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平原长达数月的泥泞期，减缓了德军在东线的推进，可以说间接挽救了莫斯科，威力不可谓不强大。2月26日，经过乌克兰官方授权，第聂伯河西岸的科扎罗维奇大坝被炸开了一个口子，洪水涌入基辅西北部地区，将此地变成了一片泽国。再加上泥将军的神威，俄军的车辆纷纷趴窝，坦克和步战车一旦下了高速公路，开不了多远就会陷进泥地里，因此俄军不得不在公路上排成了长龙。到了2月28日，许多机构在公开的卫星图像中发现了俄军排长龙的军用车辆，绵延数十公里，许多人管它叫做基辅车队。显然，这是俄军为了围攻和威胁基辅而派出的大批兵力。然而，由于道路拥堵，再加上乌军的不断袭扰，截止到2022年3月7日，向基辅推进的俄罗斯车队主力，距离基辅市仍然有30多公里的距离。卫星画面显示，这些车辆3辆并排停在道路较宽的路段，总长度约65公里，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补给卡车、运兵车和各式火炮等。一开始，俄军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对车队进行防空，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在3月1日用 TB2 无人机对俄军车队进行了数次成功的突袭，摧毁3个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数十辆卡车和坦克等。
是的，直到这个时候，俄罗斯引以为傲的空天军仍然没能取得空中优势，再加上俄军的协调和通信状况不佳，伴随防空系统完全无法覆盖整个车队，也无法在本就狭窄的道路上展开。但俄军也不是傻子啊，到了3月3日就将防空系统向车队前方移动，阻止了乌军进一步扩大战果。另外，燃料和食物短缺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前面我们说到，大规模车队要进行推进，每天消耗的燃料都是天文数字。在基辅之战中，俄军的许多卡车和车辆耗尽燃料，被放弃在路边。社交媒体和一些新闻中还报道过，俄罗斯士兵向当地的乌克兰居民索要食物或油料。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庞大的军事行动还会出现缺油的问题呢？开战之前就有报道称，俄军的军用车辆和卡车平时都是不满油的，许多俄军都在偷偷倒卖柴油来赚取外快。俄军在基辅遭遇的燃料短缺，可能就与此有关。当然，即使是俄军内部不腐败，其整体规划不周、组织混乱、总体准备不足，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俄罗斯自二战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导致了通信协调问题，不同部队无法协同工作，最终导致装甲纵队组织混乱，停滞不前。2月25日，俄军占领安东诺夫机场之后，面临的下一个难关就是如何跨过伊尔平河，进一步推进到基辅市内。交战双方围绕基辅西北门户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斗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俄军在基辅之战中的溃退。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莫逊村战役的经过。不过，请各位注意，莫逊村的战斗只是发生在基辅周围许多战役的一个缩影。除了莫逊村之外，还有伊尔平之战、布恰之战等，但都不如莫逊村的战斗那样典型和详细。3月5日，公路上的混乱还没有结束，俄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组织起来，展开了对伊尔平和莫逊的争夺。在大规模炮击之后，俄军派出了2辆 BMP 步战车和1辆坦克，越过伊尔平河进行侦察。当晚，俄军在重炮的掩护下，在拉基夫卡村附近渡河，大约30名俄军士兵乘坐步战车向前推进，进入乌军在莫逊村布置的防线。一场激烈的交火随即就展开了。BMP 步战车对防御阵地发动了攻击，但立刻就被乌军的标枪导弹摧毁。俄军在莫逊村西北部建立了据点，乌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凌晨发动反击，但并没有将俄军赶出去。第二天早上，乌军的 BMP-2 被俄军的 RPG 击退，俄军士兵以班组为单位，在莫逊村的房屋之间穿插，包围了驻守此地的乌军第72机械化旅2营5连的指挥部，切断了他们与莫逊村周围的联系。5连连长被迫摧毁了连指挥部的电台，带着剩余士兵向东突围，躲藏到了树林中的战壕里。俄军攻占了莫逊村。3月6日中午，俄军再度试图渡河，但他们的渡河点意外被乌军无人机发现。无人机的图像当中出现了大批俄军的装甲部队，正在准备从渡河点的浮桥进入伊尔平河东岸。乌军指挥部当机立断，立刻将所有可用的炮兵对准了渡河点，彻底摧毁了浮桥。不过，在浮桥被摧毁前，有一些俄军已经渡过了伊尔平河，在河对岸建立了据点。乌克兰特种部队在树林中攻击俄军，甚至用高音喇叭试图说服俄军投降。从3月5日到3月8日，俄军一直在尝试建立新的浮桥渡口，但乌军也加强了对此地的侦察。特种部队和无人机沿河巡逻，俄军浮桥建起来不到1个小时就会被乌克兰炮兵摧毁。到了3月7日结束的时候，俄军已经占领了之前5连布防的前沿阵地，以及莫逊村西部的大部分土地，并建立了指挥部和救护站。5连现在沿着东边的树林建立防线，双方的先锋部队在不足100米的距离上僵持了下来，一直到3月11日凌晨，俄军在大规模的炮火准备后，用建筑物做掩护向东推进。经过数个小时的战斗，俄军的攻势逐渐被打退。一名乌军士兵从战壕爬到一名阵亡伞兵的尸体旁，取回了俄军的无线电。通过监听俄军的通信，乌克兰这边获取到了宝贵的情报优势，最终守住了防线，阻止了俄军的进攻。3月15日到18日，俄军占领了莫逊村的大部分地区。在后来对72旅旅长的采访当中，他回忆到，当时他认为乌克兰有可能会在莫逊村被打退，因此他向前来勘察的总司令扎卢日内表示，乌军有必要撤退以保持有生力量。但扎卢日内回应称，莫逊村是通往基辅的门户，绝对不能轻易放弃。3月19日，乌克兰军队开始逆转战局，在炮兵的掩护下，将被困在伊尔平河东岸的俄军逐个击破，收复了村庄。
到了3月23日，莫逊村的战斗就基本结束了。虽然后来俄军也派出了小规模的部队寻找突破乌军防线进入基辅的方法，但都无功而返。最终于3月底开始向北撤退。乌克兰军队陆续收复了伊尔平、布恰和霍斯托梅尔等地。对乌克兰来说，基辅战役是生死攸关的一战，而俄军缺乏前期准备，不得民心，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乌克兰爆破科扎罗维奇大坝后，下游的德米迪夫村变成了一片沼泽。虽然所有的村民都变得湿漉漉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抱怨乌军的决定。安东尼娜·科斯图琴科对记者自豪地说：“我们不会后悔，因为我们拯救了基辅。”4月1日，欧盟议会议长罗伯塔·梅索拉访问基辅，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位访问乌克兰的欧盟高级官员。来自欧洲各国的军事援助已经呼之欲出。4月2日，乌克兰当局宣布，整个基辅地区已被收复。当天晚上，基辅超市的货架上重新摆满了烈酒。